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洞的数量不断增加，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蟑螂，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洞。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主人现在很害怕，找来节目组。节目组猜测呢，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但孩子说不是自己。现在谁还玩玩具啊？都是看手机。想想也是，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还有很多墙纸碎片。主人还说，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有时咯吱咯吱的，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主人听到这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没办法了，必须要请专家了。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还发现了一坨便便。专家仔细观察后说，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但他们住在7楼，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才会打洞。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一切恢复了正常。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看着非常诡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工作人员才不信，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突然灯就亮了。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形成了特殊的花纹。抬头一看更夸张，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不仅如此，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这时主人出现了，不是海王，而是一位老奶奶。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但每隔一段时间，胶带就会失去光泽，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打开橱子，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不能出门，为了锻炼身体，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顺便呢锻炼身体。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但是要论迷惑行为，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磨的那叫一个响。嘴角还不停抽搐，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牙都磨掉了半颗，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只能喝汤。妻子因为受不了，跟他离了婚。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大叔表情凝重，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没想到磨得那么深，磨得那么认真。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等他磨牙的时候，脱掉袜子塞他嘴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但都无济于事，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去过很多医院，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经过医生的努力，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
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地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地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面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기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 即便手动关闭，他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 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
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杯可打进杯拉满死。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他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他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啊，竟然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他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他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不仅不能帮助他，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1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吃的量，他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他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他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1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
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已经生效，基本不会感到痛。如果这时你感觉疼痛难忍，一定要举手示意。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一分为2，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现在看来，切开的牙冠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还得竖着再切一次。这样就很轻松地把牙冠部分取出来了。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枝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
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腐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他考试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长的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他却兴奋得不得了，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接着放进鱼汤里，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记者闻了一下，满满的肥皂味，奶奶却吃得非常香。这还没完，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直接塞进了嘴里。大家非常不解，为啥要吃洗洁精呢？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说，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啊，这下不仅没死，胃还不疼了，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大家带他来医院检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胃里竟然没事，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2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学。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猫有个怪癖，连医生都大为震惊，它1日3餐只吃泡菜，
而且必须要够辣，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因为冰箱里就有他梦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闻了闻，几口就吃完了。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一粒米饭都没吃。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他竟然两眼发光，一直叫个不停，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现在第一只猫登场了，只见它来回闻了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第二只猫闻了闻泡菜，看起来味道不错呀，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最后到小白出场了，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退。小白心想，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随后竟离家出走了。等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吃得满嘴通红。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一番检查下来，小白身体却很健康，只能说他天赋异禀。不过呢，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话，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个正经猫咪吧。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流得满地都是。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用年糕蘸着液体，吃得一脸享受，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听到此话，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神秘液体越流越多，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屋内2条，屋外1条。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节目组找来专家，用热像仪一测，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这就很反常了。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有些液体都凝固了，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颜色也变得深沉，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观察了半天，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下来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蜂巢吗？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看到这一情况，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妈表示，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专家表示，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环境非常嘈杂，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最后不得已弃巢了。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后，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参差不齐的，足足有20颗，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仔细一看差点吓死了，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真的是人类牙齿吗？牙医看了一眼，说不仅是人类牙齿，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从形状上判断，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一听说是乳牙，大爷很不理解，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10号这天，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大妈却一口否认，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接着来到牙医诊所，调出了监控，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聊天中得知，这房子是他们租的，1年前才搬进来的，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大家瞬间醍醐灌顶，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接着联系到了房东，一问才知道，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当时搬家忘记拿了，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吃得津津有味。你以为米饭是主食，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比柚子香。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1盒牙签有500根，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这也太夸张了吧！丈夫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你说你的，我吃我的。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照了。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吃着有嚼劲，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给大姐切了点水果，没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对着托盘口水直流，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这玩意儿能吃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
靠，当我没说。看来只要是木制品，大家都想尝试一下。他边吃边发表看法，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那么他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她的病竟然好了。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慢慢的就上瘾了，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胃肠啊，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大姐也不客气，拿起来直接开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也不喜欢。她说竹子有酸味，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开心快乐最重要。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呢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啊，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断了。好了，我是岳飞，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
营养的东西，它天。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要说吃的奇葩，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他一吃多。过行为大赏，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竟然是为了减肥。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我都惊呆了。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这个时候吃呢，味道刚刚好，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臭豆腐汁也得来点，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使劲搅拌均匀，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怎么说呢？刘墉都吃不下去，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边吃呢还边笑，说味道还差点。这还没完，饭后水果更夸张，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说吃起来像巧克力。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说着就开始撒狗粮。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他们呢却毫不在意。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鼓起勇气尝了尝，直接跑出去吐了。
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如果继续吃的话，很可能会发生癌变，甚至死亡。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大妈去看中医，大夫直接让她掀起衣服躺床上，用红外线灯照肚子，但大妈的肚子并没有病，有病的是她的嘴巴，一天24小时都要张着嘴，一旦闭上就会不停打嗝，憋气都不好使，完全不受控制，差不多每分钟就要打20个，连续打嗝让她呕吐不止，严重时还会吐胆汁，就连吃饭都无法正常吞咽，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整夜无法安心睡觉。医院也去看过了，都找不到病因，甚至有医生以为她在开玩笑。没办法，大妈只能尝试每天吃消化药，但没有任何改善。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带她来看中医，一番望闻问切后，对大妈进行了红外线照射。就这样操作下来，奇迹发生了，大妈停止了打嗝，甚至还小睡了一会。大夫说这就是典型的焦虑症，压力过大导致的。那到底是啥压力呢？这时大妈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工作，只能一直吃老本，而且理财投资也亏得一毛不剩。一气之下，焦虑抑郁涌上心头。刚开始只是心率过快，慢慢就变成了不停打嗝。不过呢，最后在中医的帮助下，他终于恢复了正常。看来还是中医牛啊！大叔每次开车都要先去趟墓地，也并不是他想去，而是导航每天带他去。明明前面就到家了，导航却要求掉头。那行吧，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一伙人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结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坟墓。大叔倒也不慌，说这是自己母亲的坟墓，1年前去世的。不过这事还是蹊跷的很。从村子的地图上看，坟墓距离家的位置很近，会不会是导航本身出了问题呢？大家找到维修师傅检查，并没有发现导航有任何问题。大家又测试了其他牌子的导航，结果都导航到了坟墓，导航没有问题，那就很有可能是信号问题。毕竟家在山沟里，信号肯定不太好。专家也说信号不好的话，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为了验证这个说法，大家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一时间关于灵异导航，街坊四邻是议论纷纷，还有人说是他母亲对现在的目的不满意，毕竟是走进科学，咱们还是得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大家找到了村长，村长说大叔母亲的墓地原来也属于村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划分了出去。说到这里，大家终于找到点头绪，接着来到测绘局咨询。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现在成了坟墓所在山头的编号。简单来说，就是导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看吧，又一次带大家走进了科学。凌晨3点，全村人都不睡觉，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街道，只为听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声音。村里人最近被这怪声搞得精神崩溃，一到凌晨3点，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女孩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节目组决定等待声音出现，就在3点整，声音如约而至。声音很明显是从外面传来的，于是第2天大家在村里街道上都布置了摄像机，想要拍到点什么。凌晨3点，声音准时传来，摄像机却没有任何发现。白天节目组在村里转了半天，教堂的广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负责人说这广播线路断了，已经很久没用了。很快村委会的广播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不过村长表示也很久没用了，但除了这2个可疑的广播外，就没有任何能发出这么有穿透力声音的设备了。节目组决定还是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又来到了凌晨3点，声音再次准时响起，这次大家确定声音就是从村委会广播里传来的。但诡异的是，此刻村委会里并没有人。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除了自己没人能使用广播。村长还给大家看了最近1个月的广播记录，一共就广播过2次，但这声音最近每天都有，所以肯定不是村长的原因。节目组又想到了专家，拿着录到的声音去分析，专家果然不一样，直接从这声音里面听出了对应的按键号码，而且每个按键间隔都一致。专家说人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肯定不是人为的。那现在怎么办呢？大家找来广播设备的厂家售后，经过长时间排查，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可以简单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凌晨3点，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但恰巧这台设备发生了故障，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并且广播了出去。省流，广播设备出故障了，这个洞穴在流血，一流就是3天3夜，血水瞬间能把整个湖面染红，闻起来就是一股血腥味。这种现象最近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住着某种大型生物，是这种生物流血了。这么一说呢，马上就有年纪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关于神龙的传说。之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没人见过真龙。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说不定洞里就真有一条龙，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玩笑归玩笑，但血水还是让
村民倍感不安，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神龙雕像下祭拜。说来也奇怪，拜祭的人多了以后，血水就突然消失了。有2个胆大的村民决定坐船进洞穴内一探究竟。随着船渐渐靠近，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慢慢变成了深红色。越往里走，心里越发毛。就在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就看到水面闪过一个黑影，2人吓得落荒而逃。于是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不少人言之凿凿，说里面肯定有龙。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当地政府赶紧请来了地质专家，对湖水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专家表示，想要知道原因，就必须去洞穴里找。接着，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随着不断深入，专家发现其中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在岩壁上轻轻搓了搓，就把上面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把这东西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专家研究半天，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俗称铁锈。当地下水流过，就会把它一起带走。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就是铁锈的味道。奶奶吃饭前要先挤1勺洗洁精，接着放进鱼汤里，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记者闻了一下，满满的肥皂味，奶奶却吃得非常香。这还没完，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直接塞进了嘴里。大家非常不解，为啥要吃洗洁精呢？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说，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啊，这下不仅没死，胃还不疼了，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胃里竟然没事，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2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学。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大妈只是穿了件红衣服，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她，全都是因为她的指甲，她的指甲比你的手还长，足足有12厘米，小拇指却显得格格不入。她说小拇指是专门用来抠鼻屎的。大妈不仅指甲长，头发也很长，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即便是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妈也会被吓到。大家都想不通，她为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而且指甲还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洗头就只能用小拇指挠一挠，打字也只能借助铅笔，剥橘子要用镊子，甚至手套都要先开个洞才可以。她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1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以防折断。出门都要把指甲护在胸前，指甲带来了诸多不便。但为啥要留呢？大妈说自己留指甲都是因为一个梦。原来大妈从小就喜欢打扮，有天她做了个梦，梦中人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和头发，否则就会遭遇不幸。刚开始大妈也没当回事，这不就是个梦吗？但说来也是奇怪，从这之后，每当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剪完指甲就真的会生病，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后来出于敬畏之心，就开始留指甲了。为了让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大妈去做了美甲，画上萌萌的图案，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第一次见面，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指甲。不仅如此，他连手指甲也没有，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更难以置信的是，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大家一起按手印，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他是一名汽修工，工作需要一直动手，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由于是遗传性的，所以没有根治方法。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他在意的是女儿。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大叔激动地哭了。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女儿也很懂事，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 상처 보면 어때요? 고통스럽고 안 다치면 좋겠고 안 다치게 기도. 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结果更让他傻眼。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而且是军队常用的7.62毫米子弹。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
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打过仗，头部也受过重伤，后来慢慢恢复了，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他还能活下来呢？这很不科学。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子弹应该属于榴弹，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不在有效射程内，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要想把子弹取出来，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暂时没有太大问题，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大爷也觉得，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也不差这几年，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他天生就有2个胃，一次能吃1与众不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老人死了15年，身体却没有腐烂，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手指甲还在生长，连血管都清晰可见，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而已。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单独给她做饭。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节目组也震惊了。原来15年前，奶奶突发疾病住院，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接着就断气了。奇怪的是，体温并没有下降，一直维持在36度，身体也不僵硬，除了没有气息外，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专家说，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干尸。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就很不科学。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吃斋，一吃就坚持了50年，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很多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真容，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都用瓶子接水喝。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他家的墙会哭，只要静静的听，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整整哭了10天。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越到晚上哭声越大，搞得人心惶惶，顾客都被吓跑了。工作人员录下声音，找到了专家，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真是见了鬼了，难道墙是活的，它有心跳？大家才不信。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现在墙上打了个洞，内窥镜往墙里一看，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师傅被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小猫咪，墙上都是抓痕，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节目组检查了屋顶，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通过手机观察，里面空空如也，猫咪不见了。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爬了上来。几天后，小猫咪果然出现了。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米，比他本人都高，有时出现在厕所，有时出现在卧室，把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大小几乎一模一样。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老公当时在叠衣服，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他赶紧查看烘干机，里面却干干净净，毛都没有。慢慢的头发出现
现了越来越频繁，看着吓人。房子呢是他们租的，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难不成真的有鬼？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专家看了半天，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和头发确实很像。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那这到底是啥呢？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长度也完全符合。嗨，虚惊一场。好了，我是预备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妈。别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校长为了帮学生作弊，特意买了的西瓜，这西瓜大有妙用。校长直接给监考老师送了一大盆，老师在门外一块接一块的吃，完全顾不上里面的考生。学生们疯狂传纸条，然而这个全班学习最差的孩子却把衣服都掀了起来，证明自己没有作弊。谁都想不到，他却考出来连自己都不信的高分。然而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他一来上学，整个学校都崩溃了。老师让用因为所以造句，他信心满满的举手，因为肚子大，所以有什么哇？直接被怀孕的老师一脚踢了出去。老师让他向学霸看齐，他就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路看齐。女同学占了他的秘密基地，他只说了一句话，就把所有女孩都吓跑了。再不从我这个好地方吃去，还得跟谁玩？压来跑！放学后，他偷偷跑到水库洗澡，结果被校长看到了。
他躲在草窝不敢露面，眼睁睁看着校长把衣服拿走了。这下惨了，他一手捂前面，一手捂后面，就这样一路捂回了家。为了惩罚他，校长还把他座位安排到了角落里，但他并不在意，这样更方便自己看小人书了。下课就去阅览室偷小人书，被校长抓个正着，还要他把家长叫来。没办法，学校里的小人书看不了，那只能自己去搞。他在外面搞到几本小人书，回学校刚准备显摆一下，又被校长抓到，小人书又被没收了。回家后，爸爸把他剩下的小人书也全烧了。看着自己拼命搞到的小人书被一点点丢进炉子，他心疼极了。后来怀孕的老师去生娃，新来的粉蹄老师成了他的班主任。老师第一天就把他从角落调到了前排。为了提高写作水平，老师还把学校阅览室的小人书都发给了同学，竟然还让他当了图书管理员，这把他牛到不行。回家就给爸爸说自己出人头地了，爸爸却说没有3好学生的奖状有个球用。他从没想过的什么3好学生，只觉得老师人很好。有次午休，他从桌子上掉了下去，摔得满身土。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自己床上睡觉，他尿急穿着老师的拖鞋去厕所，把拖鞋都尿湿了，来回甩2下，在墙上擦了擦，就又回去睡觉了。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很香，结果错过了下午课，被校长一巴掌呼醒了。后来校长发现同学们都在看小人书，直接把粉蹄老师说了一顿，还说在这里成绩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看到粉蹄老师受委屈，他暗自发誓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好，给粉蹄老师争口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竟动起了歪脑筋，在身上做小抄，结果被粉蹄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河里洗干净，还告诉他考试可以不及格，但是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说完老师就走了。现在没办法了，只能靠实力说话了。他开始废寝忘食学习，早上到学校背书的时候，校长还没起床呢，随时都捧着书，连晚上点蜡烛也要看书。这次期中考试是全县联考，为了让学校在全县的排名靠前，校长给学生开会，要求互相帮助，还切了一堆西瓜给监考的老师吃。这些老师都是其他学校过来交叉监考的，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学生作弊。粉蹄老师来巡考，他直接掀起了衣服，证明自己没有作弊。考试成绩下来了，校长拿着学校全县第1的奖状春风得意，他自己成绩也超过了70分，进步非常大。粉蹄老师很高兴，说会给他颁个学习进步奖。表彰大会上他望眼欲穿，结果奖状都发完了，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奖。原来校长说只有3好学生奖，没有学习进步奖。为了不让他伤心，粉蹄老师用自己的口红给他画了一个进步奖，当着全班给他颁奖，还给他照了相，这把他得意的不行。回家后把奖状贴到了最高的地方。这天午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又偷偷溜到老师房间，摆弄起了老师的相机。玩着玩着突然发现老师回来了，他赶紧把相机还了回去，刚想走却发现来不及了，他直接躲进了床底下，这才发现老师带来一个男的。门关上后，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看着老师垫起来的脚，他心里有点莫名的心疼，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随手摸了几个垫床脚的木块，垫在了粉蹄老师的脚后跟。下午上课他一直心不在焉，听到同学们讨论，他这才知道原来这男的就是粉蹄老师的男朋友。下课后又遇到了这个男的，还穿着粉蹄老师的拖鞋，这可是被他标记过的拖鞋啊，这把他气得不行。一起跳绳的时候，他故意把绳子甩得飞快，故意让这男的出糗，还把沙包直接往他身上丢，结果被粉蹄老师凶了一顿。这是老师第一次对他凶，他难过的躲到了墙角，看着老师的男友往头发上抹发胶，弄得溜光水滑的，看起来粉蹄老师非常喜欢这种造型，他也决定回家搞一搞，没有发胶就用胶水往头上一抹，整了个刺猬头，这把他帅到不行。结果来到学校就被同学一顿嘲笑，他去找粉蹄老师还小人书，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就看到老师在喂男友吃面，他把小人书放在窗台，转身默默走开了，还没走2步就被老师叫住了，让他带着老师和男友去他的秘密基地。粉蹄老师给男友分享着他藏的小宝贝，男友踩着秋千，完全不感兴趣，这是他和粉蹄老师独有的秘密基地，他莫名难受，决定报复老师的男友，趁他们不在，用刀子把绳子悄悄割断了一点，就等着看老师的男友摔个狗吃屎。他们回来后，粉蹄老师玩上了秋千，结果老师摔了下来，手都摔断了，这下闯祸了。他爸爸说什么都要把这棵树砍掉，他哭得撕心裂肺，眼睁睁看着树被砍倒。从此之后就没再见过粉蹄老师了。3个月后的一天，他收到一封来信，是粉蹄老师寄来的。信上老师说自己身体早就好了，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还让他好好学习。看完信后，他如释重负。这封信让他放下了悔恨和内疚。下课后，他来到那个树桩下，把收藏的宝贝都埋了进去，埋在了那个曾经的好地方。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根本嫁不出去，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
采访过程中，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千年的奇怪习俗，更加震惊了节目组。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一个比一个胖，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第1位体重210斤，刚刚及格；第2位体重268斤，还不错；第3位体重284斤，很有竞争力。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生怕把体重计踩坏。果然，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不过呢，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出于好奇，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越胖越爱，无法自拔，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可以到处炫耀。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老婆要娶胖胖的，生活才会旺旺的。采访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防止起痱子。女人说结婚16年，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啥也别说了，直接上秤吧，294斤，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是种什么体验？结果呢，差点骨折。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看着异常肥大，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接着呢，还穿了起来，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说娶个老婆不容易，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焦急地等待着。终于，丈夫端来了饭菜，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妻子接过米饭，大口开造，不一会儿，一盆米饭就见了底，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赶紧补个午觉。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那就是要多吃米饭，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然后呢，就是吃完就睡。为了方便妻子出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没成想油门踩到底，车子呢却一动不动。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可以看到，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这是身份的象征，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了遮阳顶。节目组不禁感慨，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陪嫁100万。即使这样，仍然没有人上门，为此他感到很自卑，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要给女孩介绍对象，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追求者众多。这不，闺蜜刚回家，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只为看闺蜜一眼。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还说明天再来。看得出来，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最重要。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结果第2天早上，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老师这下彻底怒了，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见没人承认，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时间来到半夜12点，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就昏倒了。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他顾不上这么多，赶紧来到窗前，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这一看他直接懵了，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再接下来就是5、4、3、2、1。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如果数到0的话，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结果第2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他赶紧来到操场，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还上了新闻，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第2天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又要出意外了。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全都睡得死死的。
查看昨晚的监控。刚开始一切正常，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画面突然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画面才恢复正常。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事情越发诡异，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对操场进行封锁。即使这样，数字却还在倒计时。第二天又变成了4。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想要见证奇迹，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现在连专家都猜测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接下来的2天，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一时间人心惶惶，大量民众逃离东京，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第二天，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他用脚打开电视，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新闻报道称，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操场内外一片寂静，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结果到了下午6点，眼看就要日落了，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很快来到深夜，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接着冲上街道，街道早已被封锁。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课桌开始抖动起来，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他都看呆了。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把他砸晕了过去。等他再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1，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嘿嘿。